好久没有来看爷爷家这条狗子了，今天过来一看，长大了这么多，而且对我好像也不是那么热情了，不认识我了。看一下它的食谱，碗里面都是白馒头。老人家养的狗都是这样，白米饭、白馒头、白面条，习惯就好。确定安全之后，我就把它给放了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身上有点脏。等温度高了，我带它去洗个澡。慢慢的，它对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记忆了，一直盯着我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以为我给它带的好吃的。走，把它带出去溜达一圈，让它活动一下。等会儿肯定要给它搞好吃的呢。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吗？我估计这个块头就这么大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毛太长了，不好打理。有一段时间没过来的，身上脏兮兮的，然后一出来它就一直盯着我，总觉得我会给它搞点好吃的。走，回去给它整一点。回来之后看一下今天给它带的哪些好东西，给它整了一个吃饭喝水的碗。这是我在拼多多买的波奇爱宠陶瓷双碗，能有效稳固，防止打翻，而且110补贴，价格实惠，不用凑单直接补贴，省钱又省心。既然碗都准备的，肯定要给它买口粮啊。这是我在拼多多给它买的顽皮狗粮，科学配比，含多种肉类，每一口都富含营养，而且110补贴，有正品保障，买着很放心。我发现这小子成白眼狼了，狗粮吃饱之后就躺在这里睡觉。我准备带它再出去溜它一圈，它都不带理我的，真是的。但是它看门是一把好手，有人来他家借东西，它就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叫，还好不咬人，这也算是一个优点。最后搞了一根火腿肠，我还是把它骗出来了。现在是温度有点低，不然的话就要在这河里面给它洗个澡了，身上实在是很脏。本来我还说看一下这河里面有没有鱼，结果一条都没发现，密密麻麻的全是小蝌蚪，数量挺多的吧。这狗子出来之后，它清一色的选择别人的菜地走，真的我都担心它被别人打死。你们看它玩的多开心，我都有点慌啊。我感觉把狗子带到农村的户外，它玩的真的是特别开心，所以说驱虫是少不了的。这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体外驱虫药，来，我们给它做个驱虫吧。败虫爽体外驱虫剂能有效驱杀多种体外寄生虫，还给它带了一把在拼多多买的波奇宠物梳子，梳毛按摩2合1，看看它多舒服。本期视频同款都放在评论区置顶链接的，拼多多我用了很久的，官方售后都挺不错的。这小子吃饱喝足之后，带他出去溜达几圈，回来之后一脸享受啊。休息好了之后就开始拆家，所以说啊，不能让狗子吃得太饱。紧接着我赶紧喊爷爷把它给拴起来了，因为我马上也要走了，他们又住在马路边上，如果一直放着的话，这狗子还是挺危险的。走了，我们下次再来看它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别亲人，我都1、2个月没管他们了，我去哪里他们还是喜欢跟着。这不，我出来逛了一圈，他们2个又跟过来了，不过最近在换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强。过来。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们上手的，这2个家伙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喜欢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好肥呀，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饲料和面包虫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这是另外一只，换毛比较慢一点，最近把它关到笼子里面，关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没法说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较弱一点，所以说也算是对它的一种保护。等羽毛换好之后，就不用管它了。这2个家伙自己偷偷学会了说话，会说过来，别的没听到，没教过。飞一下。以前他们俩形影不离，自从把另外一只关了1个月，现在他们都各玩各的，见面就打架。看，刚刚逛到这里，别人正在浇花嘞，他们2个估计渴了，也不客气啊，直接飞过去就开始喝水。有一只还试图进桶里面洗澡。羽毛换好之后，到明年春季要进行野化训练了。走了，
去别的地方，等到时候他们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然后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到田里面来了，我围着这个玉米杆转圈圈，他们两个一直跟着转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们给丢了。今天这么亲人，我觉得有点反常。等一会儿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虫吃完了。这围着这里转，再转2圈，我觉得我可能都要转晕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刚还给他们抓了几个蚂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。今天这么亲人，回来之后一看，的确是放的面包虫都被他们吃完了。然后昨天买回来的面包虫还没拆开嘞，他们吃不到，难怪这么亲人。但是也难不到他们哦，就一会儿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们啄破了，开始在吃了。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这些家伙就是谁能给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谁好，其实一点感情都不讲。要说有感情，也就贝贝对我是真爱。他的羽毛也换好了，一出来把2只小八哥都吓跑了，每次出来都要暴揍他们一顿，所以说现在已经怕他了。前段时间大家都说他丑嘞，现在不丑了吧？而且这个羽毛还没有彻底换好，凤冠还会再高一点，再等几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问我要吃的，特别棒。你们能够听出这是什么鸟的叫声吗？一只红嘴蓝雀的幼鸟，叫声特别明亮，在这个草丛里面。我刚才在这个山上面就听到竹林里面有好几只红嘴蓝雀的幼鸟在叫，然后下来之后发现草丛里面也有叫声，肯定是学飞的红嘴蓝雀，然后掉下来了。找一下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刚才叫声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。哎，在这里看到了，的确是学飞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们给它捡起来放到树上去，不然在这个位置不是被蛇给吃掉了，就是被猫给吃掉了。在这里，它胆子好小哦。一般这种在户外我们听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种情况，他们的父母长期没有喂它们，特别饿，不然的话他们都是很安静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现在看得清楚了吧？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红嘴蓝雀在这里筑巢，所以说掉到这个位置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哎呦，没抓到嘞，它还直接飞走了，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担心它被猫给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从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，又跑到别人家菜地来了，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已经听到他们父母的叫声了。这一次我们稍微慢一点，看我一下把它给抓住，然后放到树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终于把它给抓到了。这倔强的小脾气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这个长相，明显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像个青蛙一样。你说你飞不起来，还喜欢到处乱跑，怎么不躲起来嘞？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父母，刚才一直在旁边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这一片竹林里面去，这样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窝小鸟里面总有那么1到2只比较笨，所以说它们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们适当的辅助它们一下，下次别让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还是可以飞的哦。看，站在树枝上，只要它们站到树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母鸟再喂它们2天，它们的飞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强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这一片竹林每年都会有红嘴蓝雀筑巢，听一下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召唤他们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，祝他们好运。就这个田，你们帮我分析一下，
还会不会继续下雨。这一次暴雨已经下了3、4天了，靠近河边的庄稼很多都被淹了。今天早上还下了几个小时，现在雨终于停了。把这该死的鸽子放出来玩一下，关了差不多有10天吧，也该出来活动一下了。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赶紧搞社交，可惜这一只魔术鸽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好几天没出现的伯劳又过来了，我说周边的鸟怎么都在报警，这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，毕竟管道里面还有他们的孩子。这几天下暴雨我也没注意，今天才发现这树上的柿子被丽云贼被偷走了好多啊，这个家伙正在吃嘞。反正也没有下雨，就把这几个家伙也放了，因为前几天的暴雨实在是下太猛了，所以就把这3个家伙给关了几天，毕竟他们还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。关了几天他们可着急了，尾巴也撞断了，鼻子也撞破了，所以说啊，他们还是向往自由自在的。这个家伙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也是连续下好几天暴雨，别人发现他了，那时候还小，告诉我之后我把他救回来了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不过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他的飞行能力和另外2只相比还是差多了，预计放生会稍微晚一点。他的胃口也特别好，也不瘦，就是毛色不好，大概率和食谱有关，因为和另外2只喂的是一样的。先给他整一口西红柿，其实他们主要还是喜欢吃水果，冬季的时候一群一群的，喜欢偷吃别人的菜，破坏力也是相当强的。刚才一直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，这一会儿吃了点东西，瞬间安静了。喂饱之后让他自己在外面溜达，适应一下环境。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去吃柿子哦，你的同类都在上面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另外2只，放出来就上树顶了。他们2个的飞行能力是比较强的，这花瓣能吃吗？被它吞了。另外一只在这里，他们2个再有半个月左右，应该就可以不用管了。目前来说，每天还是要给他们投喂食物，不然的话他们吃不饱，因为他们寻找食物的能力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。我刚把吃的带出来，他们2个瞬间就飞下来了，有一只还等着我喂它的，想得真美，都不愿意自己吃，都自己吃了一点点，但是肯定没吃饱，都可以走了，自己出去锻炼吧。时不时的我还要出来看他们一下。门口有一只伯劳，危险系数很高，把他们抓走真的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他们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这就是弱肉强食。全部都上树了，祝你们好运。这里还有一只，这个伯劳还在这里呀，你小子注意一点啊，这家伙要多多照顾一下。这是个造粪机，这一会儿又饿了，然后如果伯劳要抓他的话，他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另外2只前几天把他们关起来，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主动飞到家里面去了，雨下太大了，所以就关了几天。你又飞过来干啥呀？没吃饱吗？没吃饱我也不管你哦，自己去玩。一天不能总指望我给吃的是吧？赶紧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还好还没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家伙会钻到这个瓶子里面去。被我发现之后，赶紧把水给全部倒掉了。刚才我试图把它给倒出来，出不来呀，然后又拽他的腿，他拼命的挣扎，我怕把他腿给扯断了，所以说我准备把瓶子给锯开。这下好了吧？浪费我一个储存水的瓶子，不过这个家伙还活着，也是万幸。求生欲特别强，爪子的抓力还行，应该是没啥事儿。这要换成其他的鸟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它钻到瓶子里面是去干啥去了。还好我要拿桶给鸽子换水，结果就发现这个家伙在里面。一开始我还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赶紧把水给倒了，没想到它还是活的。找个笼子先把它关起来，然后让它羽毛晾干。现在温度特别高，不需要用吹风机给它吹。就这里吧，可能半个小时羽毛就干了。等一会儿我们再过来看一下，看起来问题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给大家说我们这边长期停水吗？所以我买了很多桶装水。这个桶用完之后，等有水的时候
会储存很多水，喂鸟啊、喂鸡啊、喂鸭子都可以。结果就出了这事儿。要说别的鸟往里面钻，我还想得通，这玩意儿钻进去干嘛呀？而且我发现桶里面还有一块肉，我怀疑是不是它想把肉藏到桶里面去，然后掉下去的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个小时的风，羽毛基本上已经干了，不过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。来试一下你现在的这种状态，敢不敢动鸽子？其实平时它也不敢啊，血脉还没有觉醒，不然的话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这一只鸽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后不停地转圈圈。来呀，攻击伯劳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脉压制。给它整了一个面包虫，它直接飞到树上去了，看起来是没啥事儿啊。状态没有正常的时候好，不过相信过几个小时就会恢复，已经没啥事儿了，就回来了。我又捡到小鸟了，身上湿漉漉的，一只刚学飞的黄藤鸟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积水挺多的。我刚刚吃完饭，骑着我的小电驴，说带布丁出去溜达一圈，结果就在这边发现这个家伙在水坑里面。还好水不是特别深，不然的话它已经淹死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学飞鸟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打湿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经听到了它父母的呼唤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里面。哎，这里刚刚我看到还有一只，布丁闻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钻到这一块红薯地去了。看来这是一窝啊，都在这里。我已经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里叫的。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沟里面，不管不问，被我救起来了。他现在着急了。本来我准备把这个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这身上湿漉漉的，离家又近，我决定带回去用吹风机给它羽毛吹干了再带出来放，这样它的生存几率更大一些。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你们看我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啥？菜地里面捡了一颗蛋，也不知道是鸡蛋还是鸭蛋，已经爆浆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给这家伙带回来，我刚回家拿个吹风机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。用吹风机把它身上的羽毛吹干，这样它生存下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最近经常下暴雨，加上鸟都在繁殖最后一窝，所以幼鸟还是挺多的。没有被我们遇到也就算了，适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尔给它辅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给吹干。这种幼鸟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秃秃的，受凉之后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现在全身的羽毛已经被我给吹干了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看起来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风机给它吹羽毛的时候，它好像特别享受，一动不动。现在带去放生。户外碰到这种幼鸟，什么地方捡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适的位置放生。这一块离马路稍微远一点，而且遮挡物比较多，就在这儿给它放了。哎，我发现这帮家伙特别喜欢这一块红薯地呀，这只也钻到红薯地去了，飞行能力还挺强的。而且它的父母又过来了，已经发现它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这货有点过分了，走的时候还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干净带狗子去玩。这一条没人要的流浪狗也追过来了，怎么就没人把它捡回去养着呢？天天跟着我们家布丁。带布丁在这个路口吹吹风，挺凉快的。不过我总感觉要下暴雨了。那一条小狗子已经跑了，出来还不到10多分钟，下大了。溜了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个小家伙能挺过这一场暴雨，祝福他吧。看一下这是什么蛋，在猪圈里面。本来我是要过来捡鸭蛋的，一个都没捡到。鸡蛋捡了一大堆呀，这小野鸡真的是到处下蛋，有几个都已经爆浆了。之前我就发现了有蛋，以为它们自己会孵化，结果战线越拉越长，蛋越来越多。我最开始发现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，估计前面的蛋都没用了，这后面这几个蛋
看起来像最近下的，不行的放到孵化器试一下。今年那一只小野鸡下的蛋，最开始还有一颗受精呢，孵化出一只小公鸡，早都跑掉了，儿子都跑了，它还没跑，到处传播种子啊！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多隐蔽，它都不在这里面下蛋，居然选择在猪圈里面。把蛋带回去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放到孵化器，太脏了。孵化的第8天，检查了一下，有3颗受精蛋，其他都是没用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要早点拿回来，估计都能孵化出来。孵化到第24还是第25天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忘了这个事儿了。听到孵化器里面有小鸡的叫声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哈哈，打开一看，3只都出壳了。我估计昨天都出壳了，没注意。这家伙特别顽强，只要是受精蛋，你放到孵化器，温度、湿度都是正确的，基本上没有孵化不出来的。身上的羽毛都已经干了，发现的有点晚喽。这是一颗鸽子蛋，还没出壳。先把这几个家伙放到保温箱里面去，温度调个36度，小鸡饲料和水放好，让他们今天好好的休息一天，饿了一天了。保温箱里面住了一天，这几个小家伙生龙活虎的。今天温度还不错，带他们出来溜达一圈。刚刚我还准备带着他们去找鸡妈妈的，结果找了一大圈，鸡妈妈今天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算了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了。今天温度也不低呀，都上了20度了。出来溜达了一圈，他们精神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先住保温箱，稍微大一点把它们全部给放了。早上又整了40斤鸽粮回来的，现在鸽子越来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个月打底都是40斤。关键是送别人的几只鸽子全部都飞回来了，感觉以后送鸽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没啥用，一下就飞回来了。有一只送出去的鸽子飞回来之后，被我家另外一只鸽子给欺负惨了，好几次都掉到池塘里面，被我救起来了，又掉下去了。这一只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负。等一会儿把它关起来养一段时间，好难搞啊！送得近了它们飞回来，远一点又运输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问我要鸽子的，好多地址都发过来了。这东西运输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递，不然的话可能有100万只都是不够送哦。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这2只天天咬我的公鸽子，这一只嘴巴比较短，咬人特别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让它咬2口。这一只也特别喜欢咬我，它嘴巴比较长，咬人相对来说痛一点，不过也还好吧。对的，这一只母鸽子我也挺喜欢的，不过它不会主动攻击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后它才会咬我，也特别有意思。这个家伙，你说你们几个怎么都喜欢攻击我嘞？你们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吗？来，放到一起，转移矛盾，互相攻击，不好使啊。他们看清楚是同类之后就不打了，然后还是喜欢打我。鸽子从上面咬我的手，脚下有鸭子咬我的腿。这几天我发现这几只鸭子又开始喜欢咬人了，别说鸭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说呢，作为比较喜欢拱火的我，必须要给他们制造一点矛盾，让他们互相攻击，总要心里找一点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鸽子你是好样了，真没用。这么大的块头居然打不过一只鸽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实我主要是想看这玩意儿被揍，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里目前养的动物好像还没有能打得过他的。这家伙偶尔能偷袭他一下，但是多数都是输的。来，奖励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现在已经发展到半个月繁殖一窝了，这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鸽子的时候，总感觉有水落在我头上，抬头一看，一只土话梅在这里洗澡嘞。这上面有水吗？还真有，这是以前喂魔术鸽的。这个水是真脏啊，这样都能洗澡。本来还想给它挠个痒痒的，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鸟在洗完澡之后，羽毛打湿了，飞行能力会下降，所以它们的警惕性会变得特别高，这是它们的天性。
现在羽毛干了就下来了，看它的样子好像不想让我给它挠痒痒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见。你们就说这热不热闹吧？前面是鸡哥的叫声，后面是鸭子，这又来了一个大公鸡。我感觉我被前后包抄了，没事儿，一个个的解决。你说你一天没事你吼几嗓子干啥嘞？吵不吵啊？这是接力赛呀，又来了，就罚你在这里面壁思过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会过来扶你起来，不要对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来，那是你的实力。我还要去解决另外一个嘞。哎呦，你还主动来找我来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担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给制服了。主要他现在是伤员呢，前几天在田里面玩了一天，回来之后眼睛肿了，感觉像是被什么给咬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并没有影响他这噪音般的嗓音，发挥依旧是这么稳定。这个家伙我跟你们讲很特殊，这个种群估计就他的智商不够，我放生了那么多鸟，就他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这里出点问题，就是明天那里出点问题，不是在受伤，就是在受伤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静了，是时候该把那只鸭子给放了，它还在这里招手嘞。你自己就不能有点出息，自己爬起来吗？来，我给你个支点，起来。这个支点好像只能让它转圈圈。惩罚时间到，起来吧。终于有点出息了，起来了。和鸭群汇合了，就中间那一只。你们猜他在说什么？一直在说话，就是听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夸我，大概率是在骂我，反正听不懂，无所谓。对的，刚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门叫的就是这个家伙。一段时间不理你，你这小子叫声越来越大了啊！关键是还惩罚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来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像鸡哥，我听到他叫声太吵了，我还能来一个手动闭麦。这不闭上了吗？不对呀，这小子今天也闭不上了，要我抠电池是吧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也还可以了，起码降低了分贝，没有那么大的噪音。总体来说肯定比鸭子强一点点，起码嘴巴没有鸭子那么硬，不然的话它嘴巴怎么会断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后面干啥呀？打又打不过，又喜欢凑热闹，赶紧走啊，等一会儿他又要打你。鸡哥这一会儿情绪很激动呢，指不定马上就要发脾气了，谁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呀？上树了，等一会儿我还要给这个家伙眼睛上擦点药，天天都在受伤。要不是他运气好，或者说我对他照顾有加，可能他的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。今天温度有点高啊，看他热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又安全又凉快。等他午休一会儿，晚点给他擦点药。鸭子都下水了。奇怪哦，最近鸭子也不追人了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让大家看一下，本该是看家护院的小恶犬混得有多惨。这2天我总是能在狗窝里面看到很多小树枝和鸭子的羽毛。起初我还挺奇怪的，直到今天早上破案了，一只该死的鸽子居然想把窝坐在狗窝里面。这要是换成其他狗，这鸽子可能早已经是这一块那一块了吧。我说狗子咋这2天不进狗窝嘞？原来窝都被你霸占了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必须要帮我家狗子找回一点面子。来，狗子，你吓唬吓他，我不怪你，快点。哎，还挺友好的。狗子对他是一点恶意都没有，我刚把他放了，他又进狗窝了。狗子看到我在这里，他自己过来了。来，今天我就是塞也要把你塞到狗窝里面去。进去啊，进，怕啥嘞？我在这儿嘞。
这狗子没救了，死活都塞不进去，就躺在门口，鸽子也不让。最后我强行把狗子给塞进去了，它死活都不进呐。好了，这狗子真没用，鸽子一点都不害怕。咋了？你还咬我啊？我发现我养的鸽子一个比一个脾气大，都喜欢咬人。我已经把狗窝里面的草给清理了，不然的话，明天这个窝可能已经做好了，那狗子就没地方睡了。这一个个的繁殖可积极了，送都送不完。这里还有一窝嘞，我看一下，咋脾气这么暴躁嘞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记得它上一窝的孩子好像刚长大，又开始了。他们上一窝的孩子在这里嘞，刚长大又开始了。我感觉今年冬季猛禽一点都不缺吃的。在老鼠堆繁殖的这一窝鸽子，这一次是失败了，然后他们又换了个位置，继续开始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下了一个蛋，这速度是真快呀！繁殖自由，我又不干预，但是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啊！狗窝都被你们霸占了，整的这狗子都没地方睡觉了。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稍微凶一点吗？要指望你看家护院，完蛋了。来，我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虫，有的话给你驱个虫。没有，每个月都在定时给它驱虫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